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捏汉堡，因为大家搞笑能买慢新北森家第15季第18集。小新整蛊课堂开课了，这次要讲述恶作剧冲水气球。他询问周围的学生有什么液体是可以填充的。银仔反应最快，自来水。话音刚落就被小胖子打了一拳，如此没有杀伤力的回答确实该打。这时混混小白说了一个答案：热酱汁，这确实杀伤力极强。小新给他一个 A， 理论值差不多了，该叫同学们实践了。首先是目标选择，奥托的司机显然是不行的。然后小云就让炮弹瞄准正在看书的妹妹，头发被水打湿的瞬间，小妹又知道了罪魁祸首，接着就对兄妹俩就在车上打了起来。奥托自然是不能忍受两小孩在自己的地盘撒野，直接一个急刹车打开车门，让他俩滚回了家。他们一进门就撞到了新妈，小新也飞到了猫砂盆里。你们两个小混蛋，简直丢脸丢到家了！听到妈妈如此严厉的斥责，兄妹俩还是互不相让，一言不合又开始打了起来。新妈没工夫跟这两个家伙胡闹，明天是太叔叔生日，全家人现在得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去俄亥俄市戴顿市。兄妹俩对这次旅行兴致缺缺，毕竟连太叔叔本人都不愿意庆祝自己的生日。但新妈可不管那么多，还满怀热情的介绍，我们将住在戴顿之 B 旅店。新妈们没有反应，小新直接开始威胁，如果你让我上那班飞机，我就让自己拉肚子。在他们的强烈抗拒下，新妈终于妥协了，但她提议晚上展开一些全家人的集体娱乐活动，排除孩子们觉得无聊内容，最终决定租一部电影。新妈比较想看的电影类型是煽情的爱情片，最好是那种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故事剧情。这时一旁卡尔为他推荐了一部爱情故事，讲的是一个哈佛女生为男人付出所有，最后却死掉的故事。这么说来确实很符合新妈的要求，于是他租了这部电影。故事在一开始就营造一种悲凉的氛围，面对一个25岁即将香消玉殒的女孩，你还能说什么？我说趁她腐臭之前快把她埋了吧。后面就是小新说的，我也是破坏气氛的好手。电影进入高潮阶段，女主说爱就是你永远不易说抱歉。这下好了，小新不说话了，小妹又忍不住插嘴了，不是这样的，这部电影里尽是胡言乱语，新妈是真的不能忍受了，忙制止兄妹俩继续大煞风景。女主死后，新妈不禁潸然泪下，小默默，要是我死了你会伤心吗？反正我是不会快乐的。趁着父母沉浸在这悲伤气氛中，小新又开始整幺蛾子了，不仅自己干了坏事，还将小妹也牵扯了进去。然后这两兄妹又打起来了，临行前最后的美好时光也没有了。到达机场的时候，夫妻俩都是无精打采的，对比他们这人马的低气压，前往迈阿密的小年轻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度蜜月的人没有孩子，没有烦恼。夫妻俩回忆起他们度蜜月的时候，只是匆匆忙忙看了一眼沙滩海报，辛巴就去上班了。看那些欢快的人们，辛巴满是遗憾。如果我们还年轻还疯狂，我们会把这票退了去迈阿密。辛巴一听立刻来了兴趣，我们现在就可以这么干。什么孩子，什么太叔叔，都见鬼去吧！他们运气不错，工作人员竟真让他们上了那班飞机。还有更幸运的是，因为航班超过了预定量，他们被升级到了头等舱。蜜月之旅从此开始。另一边，电视上播放了一则最新消息，一个巨大龙卷风正在俄亥俄州戴顿市肆虐，而且正好倾斜戴顿之 B 旅社。龙卷风所到之处，建筑物立刻化为灰尘。小新自我安慰，爸爸妈妈可能在地下室里。然而龙卷风很快击碎了他的幻想，直接掘地3尺，将此地复制一句。看着他这嘴开过光，兄妹俩的心情无比悲怆。我成孤儿了。还没有等着悲伤在家里继续蔓延，电话铃声响了，没想到竟然是妈妈打过来的。小妹松了口气，立刻询问妈妈身在何处，有没有事儿。面对女儿的关心，亲妈没有说实话，而是表示自己就在戴顿市戴顿之 B 旅店。但小妹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从新妈那副轻松的语气以及肩部按摩的声音，她断定爸妈妈不在戴顿，而是在一个好玩的地方。小新一听也来了气，我们俩不好玩吗？说吧，他又回拨了电话，看他俩到底在哪里。果然猜得不错，这两人已经到了迈阿密沙滩的旅店。得知具体位置后，两人就决定去揭穿爸妈的骗局。此时新爸新妈还在享受悠哉的假期，他们很高兴今晚终于能度过甜蜜的2人世界了。这就没有孩子的生活。旁边一对年轻夫妇听到他们的话，忍不住出言表示已经等不及想要孩子了。新爸新妈听到这话的一瞬间，就笑得前仰后合，最后直接摔下了躺椅，还笑出眼泪。没过多久，爷爷就把俩孩子送到了。为了让爸妈有负罪感，兄妹俩还贴了创口贴。孩子们离开后，就老辛普森的主场了。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去找沙滩上的老 baby 了。换了一身沙滩装的老辛普森，一下就吸引了老美女们的目光。身上没有疤，他的心脏肯定还是原装的。他们立刻邀请老辛普森在身旁的位置坐下，他也很健谈，马上就讲起自己以前拍过电影。不过当得知上镜的是那双能够卷曲脚后，女士们都感到强烈不适，起身离开了。到了晚上，辛巴辛妈还是难舍难分。然而当他们唱歌跳舞来到房门前，却看到自己的俩孩子正靠着门睡觉，吓得夫妻俩连忙躲了起来。他们知道，如果在此刻妥协，那么将会再也没有独处时间。于是两人决定就此出逃。出于目的地选择，辛巴并不担心，因为他有一张卡，有了它就能去往世界任何地方。没错，这张牛皮卡就是弗兰德的信用卡。他们乘车远去，背影恰好落在兄妹俩的眼中，太没心没肺了。他们再次丢下我们不管了，这激怒了新小妹，她咬牙切齿发誓，他们走到哪我们就跟到哪，一刻欢乐都不要让他们享受到。飘妹妹这么说，小新表示支持，因为她也有一张卡，能去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她这张牛皮卡是罗德
德的信用卡，不愧是父子，弗兰德一家算栽在他们手里了。兄妹俩先去了机场查了爸妈的行程，寻常方法当然不行，但他们能够调虎离山。小新发现爸妈要去大西洋赌城，立刻为他们的旅程增添点趣味，比如将行李分道扬镳，再将爸爸的午餐换成低脂的。另一边，老辛普森还没有放弃勾搭美女，可惜这一次他还是被拒绝了。这时，一位老绅士表示自己能够帮助他，他说他要建阁楼，从那里能看到迪士尼主题公园，如果将女士带到那里，就能够赢得她芳心。还有这等好事，老辛普森马上答应了绅士的请求，我能把手放在你的肩膀上，作为友谊的象征吗？为什么不呢？大西洋赌城就是不一样，这里还有川普的产业，重返二人世界。辛巴抱着妻子就开始亲热，辛巴有些害羞，毕竟是透明电梯，别人都能看见。这时他发现另一个电梯里赫然站着自己的两孩子，夫妻俩忙蹲在地上隐藏自己，可惜他们的位置已经暴露了。两队人马前脚后脚走进了赌场，辛巴来不及娱乐，就匆匆赶到大西洋城机场，双方你追我赶，一躲一藏，气氛颇为紧张。在夫妻俩的蓄意误导下，兄妹俩进了电梯，但他们坐上飞机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却瞥见孩子们正追火车追赶。两队人马谁也不肯服输，直到跑遍美国的每一寸土地。话说另一边老辛普森，他跟绅士到达阁楼，可绅士并没有帮他找妹子的意思。看着跃跃欲试的老辛，他坦白自己性取向的事实，邀请老辛普森过来，只对他本人感兴趣。接着他就让老辛讲讲自己的故事。老辛普森确实对男人不感兴趣，不过听到证人会说珍惜他说出每一个字后，还非常乐意的讲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虽然老绅士关掉助听器，态度还是很端正的，适时的接话，恰当的恭维，确实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几经辗转，夫妻俩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异常兴奋，我们终于能单独在一起了。服务员都还没走，辛巴就迫不及待开始脱衣服了。外人走后，辛巴还给门上了好几刀锁才放心。接着他打算和妻子享用亲热前的美食，没想到盖子掀开，里面竟然躲藏了两孩子，抓到你们了！兄妹俩咄咄逼人，便将爸妈逼到床边，你俩对我们撒谎，整个家庭都建立在谎言和浪漫上。他们这得理不饶人的架势把辛巴给惹火了。没错，我们是撒谎了，那是因为我们想像所有已婚夫妇一样，一起度过一个夜晚，而不用担心你们两个，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放弃吧。听到儿子这么说，辛巴认输妥协了，他承认了他们的胜利，允许他们在这里睡觉，并且明天就回家。这下两人真是开心了，夫妻俩却兴致全无。我只是想过次2度蜜月，破坏了父母的兴致，两孩子心情也没有好到哪去。小妹提议一起去游乐园玩一天，让爸妈休息一下。小新也觉得这可行，然后他们就出门了。其实辛巴此时根本就不在床上，而在游乐园。于是正当夫妻俩你侬我侬的时候，兄妹俩冒了出来。辛巴现在气急败坏，拉起就跑下了摩天轮。情急之中，两人躲在正在维修的城堡蹦床，夫妻俩在里面又蹦又跳，开心极了。然而正在维修蹦床并不安全，所以里面动静越发剧烈，摔在地上绳子脱离了钉子，城堡滑下了山坡，落进了水里。更不幸的是，顺着水流，前方就是大瀑布。原本有加拿大和美国两队人马前去营救，结果他们因为水域国界原因打了起来，于是夫妻俩不受控制朝瀑布滑去了。不过这也并非全是坏事，毕竟他们确实获得2人世界。兄妹俩看着爸爸妈妈意气风发的样子，也放了心，看起来每个人都称心如意了。然而事实可能并不如新小妹所说的，至少莫名其妙收到超厚信用卡账单的弗兰德父子内心应该是非常崩溃的。本集致敬2002年美国电影《猫鼠游戏》，该电影根据小弗兰克的自传《有本事来抓我吧》，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 FBI 探员卡尔与擅长伪造文件的罪犯弗兰克之间进行了一场猫抓老鼠互相教养的故事。两孩子对父母穷追不舍过程虽然不如电影刺激，却充满趣味。在次次的逃脱中，让人们清晰感觉到已婚夫妻那种无奈。有了小孩的新爸新妈，背负的家庭责任也就更加沉重，再也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疯狂与无拘无束。这些确实是他们应该承担责任与义务，但抛开这些，他们也应该想做自己的权利。其实不仅为人父母，每个人都有很多重身份，比如打工人、学生、儿女等等，每一重身份都有应该履行的职责，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为自己、为别人留下一些能够愉快做自己的时间。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小伙伴别忘点赞、评价、关注，我们下期见，拜拜。